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酱园弄登场，双面名流书写民国女性的觉醒叙事。在电影《酱园弄》的光影世界里，赵丽颖饰演的西林一角，宛如一柄锐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剖开民国时代的社会机理，将女作家的复杂多面与时代觉醒的火种，鲜活地呈现在大银幕之上。作为詹周氏杀夫案这一核心事件的关键推动者，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极具张力，不仅巧妙串联起案件脉络，更以双面名流的独特造型，成为影片中女性互助精神的有力隐喻符号。西林的初次登场，定格在一场剑拔弩张的新闻发布会。彼时，她身着墨绿丝绒旗袍，发髻高高挽起，尽显优雅端庄，以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直面警方，言辞犀利地质问詹周氏案的调查进展。镜头特意聚焦于他握笔的双手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无声却有力地传递出角色内心翻涌的激愤之情。而当场景转换到监狱，前去探望詹周氏章子怡事时，西林摇身一变，换上利落的西装革履，褪去了旗袍的温婉，取而代之的是干练洒脱。他将钢笔郑重地递出，一句“我会把你的故事写成戏剧”，宣告着角色完成了从旁观者到行动者的蜕变，开始以笔为武器，为女性发声。影片在西林的造型设计上匠心独运，通过强烈的视觉反差，深度强化角色的内在张力。在公开展会上，西林佩戴着精致的珍珠项链，套着蕾丝手套，与贵妇们优雅地谈论新女性主义，一派名流风范。然而，在这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，她实则暗中四处奔走，收集案件证据，展现出不为人知的果敢与坚毅。而当与詹周氏私下会面时，她果断褪去珠宝首饰，紧着素色衬衫，简约质朴。为詹周氏取名周慧珍的那一刻，发丝不经意间垂落肩头，温柔又充满力量。这一刻，她彻底完成了从华丽的名流西林到纯粹的觉醒者西林的蜕变。这种造型上的巨大反差，恰似其原型苏青在《为杀夫者辩》中所展现出的矛盾与挣扎，既不得不依附于父权社会的话语体系，又拼尽全力试图用文字撕开禁锢女性的枷锁。西林的戏份虽大多集中于案件初期，但其影响力却如涟漪般扩散，以笔为线索贯穿全篇始终。他撰写的《酱园弄血案》背后的女性困境一经发表，便如巨石投入深潭，在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，成功推动案件重审，让更多人关注到女性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不公。而当他改编的同名话剧在霞飞路剧院上演时，镜头缓缓扫过观众席，泪流满面的女工们被剧中故事深深触动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而男记者们则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这极具张力的画面，深刻暗示了西林行动的局限性，即便以笔为刃，在强大的社会铁幕面前，抗争之路依然艰难重重。这一设定与赵丽颖在《乔岩的心事》中饰演的记者角色形成巧妙互文，进一步丰富深化了她作为时代记录者的荧幕形象。尽管片方试图以角色出场顺序淡化番位之争，但赵丽颖在《酱园弄》中的表现依然引发广泛关注，被赋予特殊意义。戛纳首映后，外媒毫不吝啬赞美之词，评价她用短短20分钟的出场，撑起了女性议题的半边天。而在国内社交媒体上，围绕西林造型是否艳压杨幂饰演的何慧娴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这场戏外的喧嚣，意外地与影片中西林的角色特质形成呼应。她既要在男性主导的舆论场中艰难争取话语权，又要在女性同盟中谨慎平衡自我表达与集体诉求，恰似赵丽颖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流量与演技的双重审视。
从花千骨里天真烂漫的仙侠少女，到酱园弄中沉稳坚毅的民国女作家，赵丽颖的荧幕形象始终在不断突破与成长。西林的登场，为她的演艺生涯增添了厚重的时代底色。当笔尖划破纸面，沙沙作响，一个女性在历史夹缝中追寻光明、奋力抗争的故事，也在光影流转间缓缓铺陈开来，令人动容，引人深思。